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医学中的单向伙伴我们叫 one-way valve in medicine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学习中我发现有很多就是咱们人体的一些，不管是生理学也好就是正常的这种解剖结构也好。还有呢，是某一些病理状态也好包括我们为了处理某些疾病所采取的使用的一些医疗器械、医疗设备那么这些用品其实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说涉及到了这个我们说所谓这个单向伙伴这么一个物理学的结构。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呢给它凑在一起统一的从头到尾咱们梳理一遍，我相信呢对于大家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知识、护理知识应该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平时可能咱们学到这一个地方就知道它是这儿有个什么瓣膜或者叫个什么瓣儿，有个什么 valve。然后呢，可能过了几个月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儿又有一个 valve， 是吧？那么涉及到某些病理状态，说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对不对？咱们有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最典型的一个气胸，为什么有的气胸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患者是诊断气胸了，但是看着也没什么说危及生命那种很紧急的状态似乎看着是可以比较稳定的。但是另外一些患者他的诊断也是气胸，可是呢就非常的急，非常的重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那这个患者可能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那这个区别到底来源于哪儿那么其实这个就都涉及到一个这种单向伙伴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呢，我们说它虽然说理论上讲起来好像是个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单向伙伴，那么实际上呢，它在我们人体的医学和护理知识系统里是一个我们说人体正常的生理机制包括某些疾病情况下的病理机制都用到了它。那么当然我刚才提到过某些医疗用品我们一些处理紧急情况的设备其实都用到了这个单向伙伴那么简单讲，什么叫单向伙伴？就是说这儿有一个膜把这个通道给堵住了它只能让这个气体或者液体或者里边什么内容物往一个方向走。如果这个东西想返回来往回返，它是走不动的这就是叫做单向伙伴我们首先把这个概念明确了。好，我们下面呢先看一下我们人体生理性的单向伙伴。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心脏的4个瓣膜心脏有哪4个瓣膜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有什么2间瓣、3间瓣是吧？主动脉瓣、肺动脉瓣。那么这个2间瓣、3间瓣呢，是我们分隔左右心房和心室它们这个中间这么一个瓣膜。2间瓣呢，它是在左侧分隔左侧的心房和左侧的心室。那么3间瓣呢，是分隔右侧的心房和右侧的心室。那么它就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单向伙伴的结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血流呢，只能单一的从心房流向心室从这个 atrium 流到 ventricle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过程呢？就是我们心室舒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心室充血的过程。那么当我们心室收缩的时候，我们叫收缩期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就会关闭那么你的血流呢就不能再往上反流到心房了，而只能单一的方向进到大动脉里也就是说从这个比如说左心室进到主动脉这个方向是可以的。那么你要往回返的话，就被谁呢？就被这个2间瓣这个瓣膜关闭给它阻挡住了。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心室收缩这个过程中这个2间瓣起到的它的作用那么当然3间瓣和2间瓣它区别在哪儿呢？当然左右侧，另外呢它的形态是不太一样的。2间瓣呢是2个我们也叫做什么僧帽瓣，
但是三尖瓣是3片啊，3片瓣膜。那么至于说主动脉瓣和这个肺动脉瓣啊，那么它在哪儿呢？就在心室啊。主动脉瓣呢是在左心室和主动脉之间这个交界部位啊，有这个主动脉瓣。肺动脉瓣呢是在右侧的心室啊和肺动脉之间交界部位有这个肺动脉瓣，它们都是3片啊，都是什么像半月的形态，所以我们也叫做半月瓣啊。那么它的作用咱们就刚才都提到，咱们就不重复了哈。那么某些病理状态下，比如说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这个瓣膜关闭不全，那就会导致什么影响？就是说你心室收缩期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什么叫关闭不全啊？它应该关的时候它没关紧啊，漏缝了。那么在心室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就会引起心室的血除了向主动脉射血以外，还会怎么着？向左心房反流啊。那么这个肯定就会导致你左心室向整个主动脉系统的供血有一个明显的减少啊，因为你那头相当于漏血了，对吧？你往上反了。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也会出现慢性的一些改变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在此。那么或者有的时候呢，是由于某些比如说感染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啊，那么这个瓣膜它有狭窄。狭窄是什么情况？同样我们按二尖瓣来举例啊，如果有二尖瓣狭窄，比如说患者患有一些像风湿性心脏病啊、感染性心内膜炎某些疾病啊，那么它可能会导致这种瓣膜啊有这种粘连。一有粘连，它肯定开口就不会说开得太大啊，那么就导致了什么二尖瓣狭窄。二尖瓣狭窄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当你这个心室舒张期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开口很窄，左心房的血流下来就不充分啊，那么当然它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左心房的压力升高啊，甚至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导致你这个肺淤血啊，它是一直往肺啊这个压力去传递。那么同时呢，当然你左心室的收缩，它的这种收缩效率也会大大的下降啊，因为它本身舒张期的时候来血就没有来足，对吧？那么你收缩的时候，当然你射出去的血也自然就会少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瓣膜呢，因为我们主要讲的这个单向活瓣结构哈，所以我们就不太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像瓣膜狭窄或者瓣膜关闭不全它的这种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啊，大家可以在其他的内容呢再继续的学习。第二个静脉瓣，这也是下肢深静脉是最典型的一个单向活瓣啊，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行走、站立或者坐的时候血液呢，它除了说从动脉系统供应到我们全身，供应到包括下肢，那么它同时呢也会怎么样？从下肢它有一个反流要往心脏去返回，否则的话你光往外排没有回的血，那怎么能够持续的维持血液循环呢？对吧？那么这个返回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得抵抗重力我们站立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下肢的血液想往上走回到心脏，它一定要克服它的重力。那么怎么克服呢？当然我们说有一些最主要的力量是什么？实际上是小腿的肌肉，是吧？小腿肌肉我们收缩紧张那么就会将这个血液呢向上挤。那你挤完了之后，当你小腿肌肉放松的时候，它为什么不回到这个我们的脚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往下走呢？不回到更低的水平，就是因为这个静脉瓣的作用大家看这个图，其实表示的还是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的这个血流呢，在静脉里它只能往上走。那么当你肌肉收缩的时候，它血流往上走向心脏方向走。当你肌肉舒张的时候呢，它想往回坠，是吧？有重力作用，它会往回坠。但是一坠呢，就把这个瓣膜给它闭掉了这个瓣膜就相当于给它兜住了，所以这个静脉的血它就不会向下反流。那么当你出现了静脉瓣功能不全的时候，什么叫静脉瓣功能不全？这个静脉瓣的功能有问题了它可能扩张了。或者是由于一些疾病导致粘连了，或者有一些什么狭窄固定这些问题，那么它的这种抗这种血液回流的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慢慢的你就发现这个病人怎么样，下肢出现了静脉曲张这是最典型的。那么当然时间久了以后皮肤颜色也会有改变，甚至出现静脉的这种静脉性溃疡
那么下一个呢，我们看一下输尿管膀胱连接部位这种抗反流瓣机制。这个呢，其实就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我们说这个单向活瓣，但是呢，由于它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啊，这个就是这种输尿管它是斜着穿进来啊，进入膀胱的。那么当你膀胱的压力高的时候，正好就把这个斜着穿过来这个开口就给它挤住了。那么从而呢，就防止了这种尿液膀胱里尿液逆行啊回到输尿管啊。这个呢，实际上不是准确的说我们经典的单向活瓣，但是呢，它是一种肌肉收缩，正好又结合了它特殊的解剖结构啊，从而呢有这种类似啊单向活瓣的功能啊，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第四个这个咽鼓管啊，有的时候我们叫耳咽管，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中耳结构其中有一个特殊结构啊，咽鼓管是一个通道，连接我们的中耳和我们的咽喉这个部位啊，它是相当于其中一个管道。那么平时呢，它是关闭的状态啊，但是呢，当你吞咽的时候，当你打哈欠的时候，它是开放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坐飞机啊，或者爬山啊，当这种海拔有明显的啊这种快速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耳朵里不舒服啊，有那种闷胀那种感觉。实际上就是什么？由于气压的变化，咱们中耳里边和这个外界的气压有气压差，从而导致呢有这种不适感。那么怎么办？就把这种压力消失就行，是吧？你一打哈欠，你一吞咽，是吧？那么它这个咽鼓管打开以后呢，相当于和大气压进行了沟通。这样的话，两边气压相等，这种不适感就会消失啊。那么这个其实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单向活瓣，但是呢，它的功能啊有点相似之处啊，我们也就在此呢一起进行一个介绍。那么再下一个像贲门括约肌、幽门括约肌啊、膀胱括约肌，还有一个奥蒂斯括约肌啊，这个地方在这个12指肠啊，是这个主胰管和胆总管啊，这个共同开口啊，这个部位啊，有一个叫奥蒂斯括约肌。那么这些括约肌呢，它不是活瓣啊，但是呢，它是由于这种肌肉的张力，靠着这个张力来控制啊这个开关，从而呢防止这种反流性的疾病，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啊、幽门这种梗阻啊，这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些疾病啊。你比如说肛门括约肌啊，这个或者是尿道括约肌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会导致大小便失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括约肌的功能啊，比较类似，但也不是说经典的单向活瓣。我们在此呢也是一起啊梳理总结啊。那么在后边这个我们看回盲瓣啊，这个呢其实相对介绍的少啊。回盲瓣指什么呢？我们的回肠啊。这个 ilium 和盲肠啊 cecum 之间它有一个瓣膜结构，大概就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知道肠内容物是从小肠进入到大肠啊，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单向通过的这个回盲瓣这么一个结构。那么所以呢也是类似单向活瓣，但是呢因为它呢也应该说不是经典的单向活瓣结构啊，也是有什么这种叫做半纯样的黏膜结构，加上周围平滑肌的功能共同作用啊，更应该是说准确的讲是一种解剖学这种皱壁啊，或者说瓣壁啊，或者叫什么功能性括约作用啊。同样，它其实也是防止结肠的粪便返回到小肠啊。当然，你如果真的有返回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肠炎什么这些问题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病理性的单向活瓣。张力性气胸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曾经聊过这个张力性气胸，这是最经典的一个病理性的单向活瓣啊。那么气胸我们知道就是胸膜腔啊，我们肺脏表面呢实际上是被胸膜腔所覆盖，胸膜腔呢是2层啊，那么一层叫做脏层，是紧贴着肺啊，另外一层叫壁层紧贴着我们这个胸壁的内侧面就是肋骨这个肋间肌那一面那么2层之间呢，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腔它就是有一点润滑液而已协助我们呼吸运动。
但是呢，由于某些病理因素导致这个胸膜腔破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有气体或者液体进入到这个胸膜腔，从而导致气胸胸腔积液、胸腔积血、胸腔积脓等等这些疾病。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过如果是普通的气胸它不是这种单向活瓣可能这个在某一处破了一个口，在胸膜腔破了一个口，这个气体既能进又能出，那么这个呢危害就不会特别大那么它可能只是有一些这种肺的缩小但是缩小的程度也不会说特别的严重病人可能会有胸痛有憋气，但是通常来讲呢，维持血氧水平基本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单向活瓣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举个例子，单向活瓣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胸膜腔那破了一口，患者一吸气气体从外界进来了。当患者呼气的时候呢，这个口闭住了他呼不出去，所以当他再次吸气的时候，气体再进来呼气的时候，这气体仍然在胸膜腔里存着，还是呼不出去。你反复的这样操作的话，病人肯定得一直呼吸，对不对？吸一次气进来一些，吸一次气进来一些，那么这个胸膜腔里这个气体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它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都积聚在胸膜腔，就会把这个肺彻底压瘪导致肺脏塌陷。同时由于这一侧压力很大，会推动纵隔向对侧移位。那么纵隔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气管，对吧？气管，那么包括什么食管，包括心脏，包括大的动脉和静脉，比如说主动脉还有上下腔静脉，是吧？都在这个纵隔里面那么这样的就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血压，影响我们的循环了。所以它一方面把肺彻底压死这一侧肺彻底压死，影响了呼吸，影响了我们的这种气体交换，同时还怎么样？影响了你的循环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张力性气胸是最凶险的这种急诊情况之一。那么这时候怎么办？直接必须就马上进行胸腔穿刺。你手头有什么可以直接穿过的穿头胸壁的，马上就穿。比如说手头急诊没有太多的东西，但病人已经血氧都开始下降了，是吧？都呼吸都已经快不行了，马上找一个粗大的一个注射器带针头的，直接穿进去就从这个比较靠外侧、比较靠上一点穿进去，然后拔掉这个后边的这个 syringe 这个针筒这一部分，那气体马上就能喷出来只要气体出来，病人的症状就会缓解所以这是一个临床危急重症需要立即胸腔穿刺减压那么我们看一下有关医疗器械中的单向活瓣那么在医疗器械这种或者设备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常用的这种说明用语，比如说 one-way valve 单向阀， check valve 叫做防止返回，我们叫指回阀flutter valve 是什么？有那种翘片就像个翅膀似的翘片阀或者扑动阀，这个一般在哪儿？在面罩上用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什么 anti-reflux valve 叫抗反流阀。其实不管是什么这个东西大家看都是什么？让气体或者液体只能向一个方向走没有这种反向流动的这种机会这就是叫做单向的阀门最著名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设备就是什么？我们的球囊面罩英文简称叫 BVM， 有时候叫 Ambu Bag Bag。那么这就是一个图我们大家其实你要是从事这种医疗工作都应该见过这个东西而且大家说实话都应该学习过怎么使用，是吧？这一头面罩呢扣在病人的口鼻处这一侧呢是拿手捏，那么后边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接氧气管的，是吧？那么当你挤压的时候，挤压球囊的气体通过单向阀进入面罩那么它不会往后跑这后边也是有阀门的，也就是说当你挤压的时候，气体只能向前走只能通过这儿进入面罩被病人吸进去，或者说即便病人没有呼吸，这个气体的压力也足以让它进入病人的肺那么当你放松这个球囊的时候呢，这个单向阀门起作用了外界的气体进来，而这边呢它没有反流这边是关闭的，所以当你松开这个球囊的时候，只有这一侧进气再次把它冲起来
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球囊面罩我们来讲呢，实际上后边有一个单向阀啊，前面有一个单向阀，一挤啊往前走，后边是关的。松的时候呢，前边关，而后边进气啊。那么第二个也是很著名的 non-rebreather mask 啊，缩写叫 NRB 啊。那么大家看它的结构啊，首先这有一个面罩，很类似的面罩和这个下边有一个气囊啊，它中间连着一个，这块也是啊有一个单向阀。那么其实除了这个单向阀以外呢，在这个面罩上这儿还有一个单向阀，这个就有点像刚才咱说那 flutter valve 啊。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当你使用之前，其实这后边也应该接一个氧气管啊，先把这个气囊充气哈，先充好都是氧气，比如说100%的氧气哈。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吸纯氧啊。那么这个面罩为什么我们说 non-rebreather 面罩这么重要啊？因为它可以吸100%的浓度的氧啊，而其他的面罩基本上达不到啊，所以它可以用于什么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提升患者血氧啊。那么当病人吸气的时候啊，吸气的时候会怎么样？这个袋子里的氧气，比如说纯氧100%的氧，直接通过这个单向阀门进去，对吧？直接进去被病人吸进肺里。当病人呼气的时候啊，这是单向阀，所以这个气体进不来啊，回不来，回不到这个气囊里。那从哪儿走了呢？从这个侧面这个flutter valve 出去啊。那么这就避免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这不是单向阀啊，那有些普通的面罩是吧？你吸气从这儿进，呼气从这儿出是吧？那你这呼出来含二氧化碳的气体又进入到气囊，那当你再次吸入的时候，那就相当于是氧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体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吸氧的效率就会下降。这就是这个单向阀啊，这两个单向阀所起的作用啊。吸气呢，这个单向阀开，这个单向阀关啊，就是这侧面单向阀关。吸气的时候，气体只能从这个气囊里往里走啊，被病人吸进去100%纯氧。而呼气时候呢，这个阀门关啊，侧面这阀门开啊，就这个阀门开。所以呢，呼气时候这个气体从这儿呼到外界啊，而不会回到这个气囊里。所以当病人吸气的时候，他就吸到的总是新鲜纯氧啊，这就是为什么叫做非再次呼吸的面罩是吧？它就不会反复呼吸啊，所有的气体都是单向。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防止什么？病人呼出的气体不会被再次吸入啊。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说两个单向阀，一个是储氧囊和面罩的，一个是面罩侧孔的啊。那么再看一个很著名的这也是胸腔闭式引流，叫 closed chest drainage， 一般用于气胸啊、胸腔积液啊，包括积血积脓都可以那么它也是简单讲这个胸腔闭式引流，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这个单向伙伴的或者说阀门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呢设计非常的巧妙。现在当然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把它拆成3个瓶子现在其实可以把这3个瓶子合为一体有那种基本就是一个瓶子，但实际上它是3个集合在一起了，这样携带方便。要不然你拿仨瓶子摆在病人那个床下边那块摆3个大瓶子，这个呢实在是影响这个一些，比如说医生的操作呀，是吧？护理的查房包括病人下地那都很麻烦。你变成一个，你甚至都可以带着走，对吧？便携式的。但是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看，比如说这个气胸是吧？有气体有液体从这个引流管被引流出来，那么液体呢就滴到了第一个瓶子，我们叫集液腔或者叫集液瓶。那气体呢就会顺着这个孔进入到这个管那这个叫水封瓶，气体就会怎么样？通过这个水封瓶，冒气泡是吧？慢慢冒出来，到达这儿。那么这个气体只要是经过了这个水面，它肯定就回不去了，对吧？这个气体它一定是只出不进只能从这个管出来，它进不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单向活瓣装置可以这么认为。那么当然气体出来以后呢，它又会经过这个管进入到这儿，这儿呢又可以联合什么墙壁的一个负压吸引器，保持这个里面是一个气压，是一个负的值负的值以后呢，就会增加它这个气泡排出的速度提高它的引流效率。那么这个管就是连接外界这个气体的连接外界气体的。那么所以呢，在
这个第一个这个瓶子里，它可能会间断的有液体一点一点滴出来啊，里边有液体逐渐都会滴出来。那么如果没有了，那自然这里也就没有新的液体啊。说一直滴呢不会，一直滴那就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气泡呢，一般来讲呢，也是说一开始可能多一点，后来就少，后来就越来越慢啊。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哈，随着患者的呼吸运动，其实这个管子里的水柱是要运动的啊。患者吸气时候呢，它会高一点；患者呼气时候，它会低一点啊。也就是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水柱，实际上就反映了它患者这个胸膜腔里面的压力的变化啊。随着患者呼吸，它是运动的。那么当然呢，这个管它会一直有气泡出来，因为这儿只要你连接了墙壁负压，是吧？你墙壁的负压，你导致这个负压它得一直有气体进来啊，才能调节这个负压。那么这个气泡应该说是持续的啊。那么也是顺便的和大家来一起讲一下这个胸腔闭式引流瓶啊，这也是非常高频的一个考试重点。包括一些静脉输液器里面有指挥阀哈，这个输液器大家知道，你输液的时候，你这个液体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啊，你不能说这里边有血有什么，或者说液体有的时候由于体位的变化它往回返啊，这个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输液器里也会用到这个结构啊。那么包括尿袋儿，什么尿袋儿也是有反流阀啊，在这儿，比如这儿有一个阀门是单向只能往下走，而不能往回返。那么往回返的话，那就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这个，比如说逆行的感染，对吧？这种逆行感染，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说我们不同的啊医疗器械啊、医疗产品呐里边所用到的单向阀门这个结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球囊啊，一个是这个 non-rebreather mask， 一个是这个胸腔闭式引流啊，这三个我认为是非常集中体现了单向阀门的作用，而且呢，在考试里边应该说很可能会涉及到啊。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关单向活瓣或者阀门今天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